前的一餐。应该不会是最后一餐。乱讲话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没有期待吗？在特殊服务柜台，第一次又来这个柜台。对，因为有小朋友。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in 完了，行李也挂完了，很顺利的通过了。第一次带小朋友，原来有一个那个小朋友专门的那个 gate， 所以我们还蛮快的就出来了。对，本来以为说会要像以前一样排队排很久。对，我们还想说要买很多饼干，让他可以在排队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无聊。对。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蛮快的，而且蛮顺利的。对，一下就进了。对，只是那个婴儿车要收开。因为他要过那个 X 光机，什么东西都拿出来。对，那个比较麻烦一点。对。干嘛？刚刚他就是先把身上所有东西都拿下来，他检查包包、搜身，鞋子也脱下来，然后叫我们出来之后就在这里等一下。蛮特别的经验。去哪里？就是那里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等那个广播说我们可以进去，我们才可以进去，好不好？刚刚就被抽到二次安检，可以进去了。我们要登机喽 ，Let's go。觉得 random check 有一个好处是可以优先登记。对，好像不错哦。对。Girl 对一切都很好奇耶。你想要转那个是不是？嗨，大家好。Girl 得到一个礼物，就跟姐姐说谢谢。妈妈帮我开。好，帮你开。这个看起来蛮好玩的，看起来是画画的哦，彩虹笔耶。可以涂色，你要涂色吗？这可以一路画到美国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准备要起飞了，可是外面好像有点狂风暴雨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早安。血管面还是要用虾仁南瓜粥。我要猪肉，谢谢。Apple juice。Apple juice。有吗？看看。
阿姨，下飞机。我们到了，现在要准备出海关。对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对，黄子若爆哭，你要不要跟阿妈讲电话？阿妈刚刚要打过来，你要不要跟阿妈讲？对不对？到这边路程大概5分钟，车程啊，车资大概21块多，对我们给他25块，其他当做小费这样。现在是8点35分。哇！简易的厨房就是一个套房的概念，微波炉、冰箱啊，还有咖啡机。现在凌晨3点。切酸了啦，切酸。那你摸摸看，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出发前做了哪些准备。第一个是 ASTA， 美国现在不用签证，所以只要线上申请这个 ASTA 就好了。然后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是一个人大概美金21块，线上申请流程其实蛮简单的，网络上有蛮多相关的资讯可以上网查看看。再来是机票的部分，因为我有办那个花旗的信用卡，它是可以累积里程的。我原本是想要用里程数换一张商务舱的票，然后小朋友的部分是买婴儿座位跟我一起坐，然后另外再买一张经济舱的票。但是因为我太晚买了，我要订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商务舱的里程兑换是有额度的，所以后来我是用10万里程数换一张经济舱来回的机票，再另外买一张经济舱的来回票跟一张儿童票。如果你想要用里程数换商务舱的话，建议可以提早先去问里程兑换的机位还有没有。第3点是保险，因为我们是用信用卡买机票，所以信用卡本身就会有附旅平险，然后我们有再另外买旅游意外险。我想说要去40天很久，然后又是自驾，所以很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。再加上小朋友如果生病要看医生的话，那边的医疗费也蛮高的，所以我们想说就是保高一点的意外险。第4点是国际驾照，国际驾照一个人申办的费用是250块，然后因为我们会轮流开，所以就是2个人都要办。记得就是你现场去租车的时候，还是会看你的台湾的驾照，所以到时候你还是要记得台湾驾照也要带过去。再来就是换美金，我们主要的花费还是以信用卡为主，但是因为有一些像是小费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不能刷卡，我们还是需要准备一些现金在身上。然后再来就是信用卡额度增加，因为在那边的消费主要是以信用卡为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信用卡的额度加到最高。这个部分就是你可以打电话去
各家的信用卡公司问说你可不可以临时增加额度。我记得那时候办有一些立马就可以增加额度，但是有一些可能是需要2-3天的审核期，所以你可以抓一下时间去办。再来第7点是安排景点。然后因为要先安排景点，你才会知道你要住哪里嘛，所以就是景点，然后住宿，然后以及租车的部分，因为你要抓说你住的那附近有没有可以租车的地方。这3点是我们安排的时候会一起去规划的。再来是随身包包的准备，有小朋友要准备的东西都会比较多一点，主要就是你要把护照带在身上嘛。因为现在疫情期间，所以要线上申请电子的疫苗小黄卡，然后我们也有带纸本的疫苗小黄卡。ESTA 的部分我有把它印出来，因为想说如果过海关他要检查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直接拿出来给他看。然后再来就是国际驾照，国际驾照你就是连同台湾驾照放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在办理的时候，他2个都要看。再来就是信用卡，还有现金，再就是宝宝的必需品，像是尿布啊，然后湿纸巾、卫生纸，然后水壶也很重要。还有夹链袋，夹链袋是我这一次旅行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美国的食物的分量都很多，所以你有时候就是吃不完，你打包也不会浪费。再来是零食的部分，像我这次有帮 Gerald 准备一些小馒头跟米饼，除了零食之外，还可以再准备一些食物。这个部分我想要再说明一下，是因为像我们这次搭飞机到美国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了，然后原本是想说先去 Airbnb 放完行李之后，我们再去餐厅吃个饭，或者是附近的商店买个晚餐，结果发现餐厅很远，然后商店也没有开，所以我觉得可以随身携带一点面包或三明治，还有宝宝粥。宝宝粥的部分好像要先申报，要先给海关人员确认说你这个是宝宝粥，如果他们觉得 OK 这没问题，那就可以带，或者是在机场的商店先买好，或者是你可以先查你住宿的附近有哪些餐厅跟商店，才不会临时找不到吃的让宝宝饿肚子。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再稍微提醒大家一下。再来是 iPad 也是这一次我觉得旅行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像我们会一直开车嘛，那一开就是有时候会是3-4个小时啊，或者是更久，那这时候就是有 iPad 在车上让小朋友看，除了吃东西之外，他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分心，他才有办法坐那么久的车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充电线跟行动电源，这个就是现在3C 产品必备的。然后过海关的时候，行动电源你一定也是要带在身上，不可以放在托运行李里面。好，那再来就是 SIM 卡我们这一次办的是 T-Mobile， 我们是买20天2张，这个是1人份的，2个人的话就是买4张。然后随身包包带的东西大概是这些。再来我要讲的是行李的准备，行李准备就会比较多一点。最重要的保暖衣物是一定要带的嘛，就是看你是要准备发热衣啊，然后围巾啊、帽子、手套这些。因为我们原本觉得超冷的，所以我们准备超多件发热衣。后来发现其实准备个3-4件去轮替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还是会找地方洗衣服。然后再来是生活必需品，像是你平常会用到的东西，像卸妆油啊、棉花棒、卫生棉、牙线那些。然后再来就是盥洗用品。大人小孩的就是我都会分开准备，因为小朋友皮肤比较敏感嘛，就是用他专属的沐浴乳比较不会刺激到眼睛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这次去美国，其实每一间无论是饭店、旅馆或是 Airbnb， 他们完全都没有附牙膏跟牙刷，但是我自己是有准备啦。
所以这个你们也可以带着。不过那边超市也是有卖啊，不过像省钱你就是自己带衣服过去。还有那边也要准备乳液，因为真的都蛮干的，因为室内都会开暖气嘛，然后户外又比较干冷一点。再来就是儿童餐具。儿童餐具像是叉子啊、汤匙跟吸管啊，还有水杯啊，还有围兜啊，这些夹链袋我真的觉得可以多准备一点。比如说像买个吐司那一次就要买一大条，然后如果你要出去，你可以带个2片，小朋友饿了就可以吃，或者是水果洗一些带出去也很方便。然后再来就是宝宝的备品。就像刚刚说的，随身携带会带一些尿布、湿纸巾那一些的嘛。我们这一次带了半包的尿布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说那边哪里可以买到尿布，但后来就是觉得自己太紧张了。其实那个超市卖很多品牌的尿布，只是价格好像会稍微贵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行李那么多那么占空间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准备个1-2天的份就可以了，然后其他都去那边买。因为其实尿布真的很占空间，我们的行李箱1/4就是都放尿布。然后再来就是玩具，这次我帮 Jared 准备的玩具就是他的安抚娃娃，他的那个大象，但是他在 Las Vegas 的时候就走失了，所以后来还是重新买了一只给他。还有粘土，然后车，这个是他比较会玩的几个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准备太多，因为我觉得美国的玩具其实超好买，我们在美国买的超多玩具给 Jared 的，有2个行李箱都是他玩具。好，再来就是汽车安全座椅增高垫，这个就是像搭 Uber 或者是计程车的时候就可以用到，因为小朋友是需要安全座椅的嘛，搭 Uber 或计程车他们都不会有气座，所以我们就买一个这个增高垫给他，我们会放在推车上，然后随身带。如果我们今天是需要坐车的话，我们就会带出门，然后自己装，因为装那个也很简单。因为我们有一次遇到一个 Uber 司机，他跟我们说我们有小朋友，但是他没有汽车安全座椅，然后我们又没有增高垫，所以他就不接我们的单，这样子他就走了。所以那一次我们就自己走回家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还蛮重要的药，我会分大人跟小孩的。这个是大人，然后再来是小朋友。大人的部分我带了肠胃药，然后感冒药啊，跟止痛药啊，还有这个口内膏，就是擦嘴破的。我们2个到美国前几天就是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是缺乏营养还是怎样，嘴巴一直会有那个破洞，所以这个口内膏真的是蛮有用的。小孩的部分，我准备了退烧的那个药水，粉红色的那一罐，还有紫色的那2罐我都有带，然后还有咳嗽药水、鼻涕的药水、西普利敏，这个就是小朋友必备的3罐药水嘛，然后还有 AD 的那个软膏跟 OK 泵，跟蚊虫叮咬的药。我这次忘了带小朋友的益生菌跟电解质粉，因为这次 Jared 他旅程中有一段时间是一直拉肚子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的药局买了电解质水。但是因为你出海关是不能带液体的嘛，除非你放在行李箱，可是我觉得很重，所以你可以去药局买那个电解质粉。小朋友好像真的蛮容易，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水土不服吧，然后就拉肚子。这个是我觉得下次旅行我一定要带的，就是益生菌跟电解质粉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旅行准备的一些东西，我是大概讲，如果详细的资讯你上网查还是可以查得到的。那以上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